觉得近期很多就跌破这个 IPO 上市的价格呢，最大的原因啊，是因为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外围有这个中美的 tariff war， 马来西亚本身呢，内部啊是这个 SST 效应。我自己认识蛮多上市公司的老板啊，就说你们还要继续啊，就是不忘初衷，还是要继续把业务做好。不只是一直估股票，要理解就是我的股票上涨是建立于我的公司能不能够成长。就换句话说，你能不能够继续赚钱，就赚钱下去呢，你股票才会支撑，才会再上涨。这个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那个 investment 来的。那个定价其实是一般的，跟去年、前年大概都是保持在那个价位。我觉得近期很多就跌破这个 IPO 上市的价格呢，最大的原因啊，是因为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当然外围有这个中美的那个 tariff war， 马来西亚本身呢内部就是这个 SST 效应了。那么由于这种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者是一个不好的一些因素投资者呢就一定是静望，我忍一忍，看看整个市场如何才出手。所以就是一个原因所以整个市场疲弱，一疲弱的时候呢，这个 IPO price 就可能跌破，就这个原因。去年我们大体上看到oversubscribe， 全部去争买这个 IPO 这个股票新股当然最近呢，我可以讲是差不多已经是有大半年甚至是大概有整9个月这样子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是最主要呢，就是大家真的是会担心整个市场，担心就是买了这个股票，然后跌破 IPO price， 他们就亏钱了，所以他们宁愿上了市后再看他的股票稳不稳，稳了过后他宁愿赚少他才进场。这种情形呢，会怎么样会这个扭转整个局势呢？肯定是要等到中国跟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个 tariff war 稳定下来，然后等到我们本地那个情绪，我们那个 SST 那个情绪稳定下来，那么我觉得才慢慢回来。肯定是股民反应不热烈市场上因为我们上市的时候25%要给大众认购嘛，价格定得太高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很多股民都不买单，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价格可能过高，所以他就没办法，我就调低价格，希望有更多股民去买。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的情况，如果25%没有人买，到最后呢，投行要有这个怎么讲就是他要报销了他就要就是 undertake 整个股票。最近不是有一个 case 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所以投行也担心，意思他也不希望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宁愿就是游说这个客户就是这不可以下调，希望更多人买，他就不需要 undertake 整个这是 undersubscribe。我自己认识蛮多上市公司的老板，我有机会跟他们谈的时候就说你们还要继续就是不忘初衷，还是要继续把业务做好不只是一直估股票。大家要理解就是我的股票上涨是建立于我的公司能不能够成长。就换句话说，你能不能够继续赚钱，就赚钱下去呢，你股票才会支撑，才会再上涨。这个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那个 investment 来的，所以你最基本的你还是要会赚钱。那么赚钱怎么样来呢？赚钱还是2个途径来。第一就是你就叫做 organic growth，organic growth 就是我自己去研发，我自己再慢慢做我生意，就开发市场。另一种呢，就是快速的。那个就经过 M&A， 张老师，我们可以借用这个上市的那个架构，我们做并购。并购如果我简单讲，就是我买公司一定是买好的公司，买我缺少的一个板块。就比如说我有厂，我没有零售，我买零售拼进来，我整个这个ecosystem 我是有厂有零售，同时间买 profit， 我的 profit 要涨，我的利润要涨，我的股票才涨。所以我现在用个策略就是买公司买 profit 好的公司拼进来，再加以推广，要推广，然后推广过后你的股票就会上涨。
这当然是你是可以并购任何的一些行业，即使不在你领域里面，故事的完整性，你讲你的那个整个生态圈，肯定是拼你相关的行业，这样子才比较做得过去，因为它是能够补助你 supply chain。在策略性，可能有一些上市公司，他觉得好，我拼这个公司进来，完全不是我的那个主业，一定有它的考量。可能接下来他想往这方面去，他的行业完全不同他的上市的那个主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他看到，我这个主业可能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我们都一直去鼓励商家，就算上市呢，不能够定价定得太高。在老板角度呢，一定要喊到高高，因为我高等于公司的估值高，公司大，公司过大，它本身的财富也大，因为它本身是大股东了嘛，所以这个是最直接把它的财富连接的，所以它 PE 高，它的财富就更高。但同时就不要忘记，在市场上，投资者、股民，他看到你那个 PE 越高，他觉得有点贵，他觉得有点贵，他可能不买单。他不买单的时候，你股票跌，你股票跌的时候，之前你喊得太高，你变回零。就是你上市的时候，本来你的那个市值是比如说1亿，但是没有人买你股票，你跌多8000万、7000万，自然你本身的身价也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安排到，就是说，你不要太高，做一个适中的，适中就是说，市场上就能够接受，你本身又 OK， 那么希望能够像之前那样子，我上了市过后平稳上涨。平稳上涨就是说你的那个市值要慢慢变大这样子呢，两边就好，又投资者又 OK， 老板又 OK， 所以一定不能够太高，当然不能够太低，太低老板说我上市没意思，这样子行不行？民众目前还是会期望一些高增长的一些领域。比如说 IT、AI 跟 digital 这方面呢，肯定是股民是比较喜爱的。我们看回去以往就是有比较好表现的，都是在这些领域。我把我的立场站在客户角度，其实是好了，我停一停先因为整个市场不懂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同时间呢，我是这样子来看的如果你目前你还没有进入这个 due diligence process， 就是 due diligence group 他们来审核那个阶段呢，你还没有进入的话呢，其实你现在还可以继续筹备，因为一天你没有开始那个due diligence process，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费用因为你还没有开始整个 IPO 的那个流程，所以我建议你一次去冲，一次把东西弄好 ，everything ready， 所有东西筹备好了，那时候你再看好，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开始这个 process？ 这 process 就是投行进来，律师进来 ，accountant 进来 ，market researcher 进来，全部在做这个审核。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考虑。OK， 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这个流程呢 ，OK， 我们也是可以选择停一停，不要这个时候 submit， 就是延迟 submit。都可以的，即使体表的给不上批出来，你都可以延迟的。说好，我觉得市场不好，我可以延迟半年。通常他是给你半年，大马交易所也不是硬碰碰的，他也知道了，他也会关注。如果说你真的需要延迟，他是可以给你延迟。我们这里极力推荐上市，因为上市不只是说公司会业绩会更好，可以融资、品牌效应、传承，就是蛮多的好处。所以现在目前静观其变的我能够理解的，我能够理解。如果真的是你觉得是我还是觉得这1-2年停一停吧。我觉得是如果我说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是能够尊重。OK， 我能够理解。有时候因为每一个企业家他的 risk appetite 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这个上市的这个路途绝对不能够停，就是你即使停2年，第3年你要回来，这样子咯。如果你觉得现在不停，你去冲，用回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还没有进入这个 due diligence process， 你还是要冲到你 everything ready， 你就说
好，我可以立刻进入这个 duty process，而不是很多企业家是这样子，他以为他是 ready， 结果我说我要去开始，结果我告诉你，你还没有 ready， 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做好，你去到那边你也是要去解决先，所以所以为什么我们 pre-IPO 的重要性就是全部要准备好才进入这个duty process， 不然一进去 duty process， 你还是回来再去解决，所以东西还是要处理，你还没有 ready，get ready first， 这样子了。Scan now and download Cleverstock, your trusted source for market insights.